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两则新闻，分别是一则来自于新加坡的，一则来自于香港的。那首先，我们来分享一则这名27岁的新加坡幼师甜甜，是在6月1日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幸，在三亚被毒蛇给咬了，因为医院的延迟治疗和误诊，就导致了他命丧三亚啊。然后另外一则呢是这个和6·4相关的。那昨天呢，也就是6月4日的时候，香港的街头是惊现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电子蜡烛，然后就被香港警察给带走了。那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名27岁的新加坡幼师甜甜。甜甜呢，他其实是中国人，是来自于沈阳的哦。他是在新加坡做幼师，年仅27岁。那她这一次呢，是因为假期和她的男朋友到中共国的三亚去旅行。那事发的经过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她在6月1日的时候呢，吃完晚餐和她的男朋友散步回酒店，在回酒店的过程当中呢，路经一个草丛。在经过草丛的时候呢，甜甜就突然觉得她的脚趾一阵刺痛，低头一看呢，并没有任何东西，只是在她的脚趾上发现了2个小小的红点。那他们就迅速回到酒店啊。回到酒店之后，甜甜和她的男朋友就自行在网络上去查找，他们怀疑是被蛇咬了。大家请注意啊，他们2个都不是任何的医务人员，初步诊断就觉得被蛇咬了啊。那于是乎呢，他们在50分钟之后就迅速的搭车到三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去就医。他在去到三亚的中心医院的路上呢，已经出现了呕吐和少许的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了。去到之后呢，医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是说被虫咬了，而且事后她的男朋友也在网络上晒出了当时三亚中心医院所出具的诊断书，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被虫咬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医院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对的治疗，因为他已经误诊了嘛，他觉得是被虫咬了。直到后来他又出现了呕吐、意识模糊，就进一步的有蛇毒的反应的时候啊，医院这个时候才要求他去做验血的检查，然后就抽了他的血，然后去检查。而且第一次检查并没有出来任何的结果，而是检查了2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甜甜的症状已经急剧的恶化。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剧毒的蛇的话，据说它被咬的那种蛇是银环蛇，是有剧毒的，它那个毒素是走到人的神经当中，是迅速的可以让你意识模糊的。如果说你在3个小时之内不注射血清的话，你肯定是必死无疑的啊。直到第2次检查已经是4个小时之后才出结果，这个时候甜甜已经病危了，已经失去意识了，已经昏迷过去了。这个时候他们才确定他是被蛇咬了，是蛇毒啊。这个时候呢，医生并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和抢救，他们的理由是他的医院里面没有蛇毒的血清啊。然后呢，他们建议是让甜甜即刻转院去另外一家医院治疗。然后呢，她的男朋友就带着她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治疗啊。然后去的时候呢，已经为时已晚了。去到第2家医院，医生就即刻下了病危通知书啊，是下了4份。那其后呢，甜甜是在次日的凌晨7点多就离世了啊。那整个事件的经过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那首先就是第1家医院中心医院的医生出诊是误诊呢，说是被虫咬了，并没有当做一回事儿。然后其后呢，当甜甜的症状进一步的恶化之后呢，做了第1次验血，第1次验血并没有验出来是被蛇咬了，而且他这个验血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缓慢啊。一个被蛇咬的人，你这个时间呢，时间就非常的重要，他是在和死神赛跑啊。他第1次验血的结果就是非常非常慢，出来之后也非常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被蛇咬了，还要再验一次。再验一次之后，耗时已经是4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已经距他被蛇咬已经4个小时了。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
一个病人到了医院之后，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首先是被误诊了，然后还要验2次血才能确定他被蛇咬了，而且他验这2次血耗时4个小时啊，这就是让这个病人在医院里面活生生的等死啊！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到医院之后，医生会误诊的这么夸张，说是只是被虫咬了，被虫咬了会出现呕吐和意识不清的情况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医学常识啊，那所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啊，年纪轻轻的花一样的年纪的甜甜就这样子无故的上命了，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活生生的在医院死去了。那首先就是呢，我觉得这个甜甜呢，他为什么要去三亚？你看他在新加坡来做幼师啊，据说呢她是家中的独女啊，而且她在新加坡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还在准备去考研的，是一个非常上进、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现在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意外就丧命中共国了啊。那现在呢，三亚的卫健委已经介入去调查整个事件了。那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他这个事件已经非常的简单明了了，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了，就是医院的责任。医院就是第一家医院的责任，他首先是误诊了，耽误了时间；其二就是他做2次血检，为什么耗时好几个小时啊？然后他在血检的期间，病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被蛇咬的症状，意识不清、呕吐了。这个时候医院没有做任何的有效治疗，即使说他医院本身没有这个蛇毒的血清，他也可以打电话迅速的从其他的医院、从其他的地方去调过来啊，总好过你在那里验了2次血，然后2次之后才判定是被蛇咬了，这个时候你才告诉人家你没有血清，然后让人家转院。哇，真的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气得浑身发抖啊！这是中共国的医院的，天呐，真的是在草菅人命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就给大家说啊，就是尽量不要去中共国旅行啊，因为去中共国旅行，如果说你出现类似这样的意外的话，你真的可能就命丧在那里了。因为在中共国，你看他的医院，他这个体制啊，真的是非常的低效的。还有再来就是呢，大家不管以后在任何地方去旅行出行的时候，最好是一定要买各种的保险、各种的医疗险和意外险，这个是一定要买的。那据我所知呢，很多人可能在出行的时候，为了去省那几百块钱心存侥幸，会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倒霉，我不会碰上意外，然后就为了省钱就不买保险啊。那这个时候万一任何的意外和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太晚了啊。那所以说出国的时候去任何地方一定不要贪便宜，一定不要为了省钱而不买保险，一定要买保险啊。那说回这个甜甜这个事件啊，目前呢她的家人和她的男友都在三亚处理她的相关的后事。那我的猜测是呢，很大的几率他们会起诉这个中心医院的医生啊，这个非常明显是他的误诊和误判导致甜甜丧命。那我也会继续的去关注他这个后续的一个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和大家做一个跟进的报道啊。那下面和大家来聊一下，昨天6·4的时候，在香港的街头，有一名中年男子呢，手持2个电子蜡烛啊，大家请注意啊，是电子蜡烛，并不是真正的蜡烛啊，只是坐在街头的凳子上，默默的坐在那边而已，他什么都没有做啊。很快是引来了一些行人的围观，那这些行人呢，大家彼此也心照不宣，都知道他在祭奠谁，在祭奠什么啊。很快呢，可能是有人就报警了，警察就来了，数名警察很快就把他带上了警车。大概的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事件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如今的香港和中共国是完全同步了，完全一致了。他对社会的决定的掌控和控制啊，已经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了。大家还记得吗？在1989年，香港当年是有很多的艺人，很多的人上街去抗议，去支持学生运动的。
包括梅艳芳、梅姑啊，她是艺人当中的领头人啊，还把头上还绑了一块白布条，去支持6·4的学生运动。那个时候的香港是多么的自由，明星艺人、普通群众都可以上街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去声援6·4的学生。反观如今的香港，这一名中年男子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拿了2个电子蜡烛而已，就立刻被警察给逮捕了，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真的是荒谬至极啊！还有就是你看一下，如今的香港的艺人啊，就是和很多台湾的舔共艺人的嘴脸是一模一样。譬如说以这个刘德华为首的艺人啊，刘德华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共电影协会的副会长了，而且他这个形象和气质是越来越中共体制内的味道了。你看就是那种官僚主义那种官威啊，他那个味道是越发的迂腐了，和曾经我喜欢的华仔已经是判若两人了。80、90年代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的刘德华和那个时候的港星呢，那个时候的香港艺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他们是如何正义凛然的去为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的事情发声去抗议啊！看看如今的香港艺人，一个两个好像缩头乌龟，好像孙子一样，跑到中共去拼命的舔北上去捞钱啊，就是完全没有当年的港人精神呢。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开始败落，因为香港人自己都认怂了，大家都往前看了，都只在乎钱了，香港的精神已经不重要了啊。还有剩下几个零零散散的有骨气的艺人，譬如说有这个黄秋生，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拍了很多的3级片，那个他已经移民到台湾去了啊。就是零零散散的几个香港的人还在坚守他们的香港的精神，他们的坚守的代价是非常的巨大的，他们在中共国被全面的封杀，但是他们就为了这口气，宁愿不赚那个钱，不要跪着去中共去跪舔去赚钱，也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港人啊！所以说，我很佩服那些不要跪舔中共的香港的艺人，但是他们真的是少之又少。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